1970年代底，就应该是1980年代底了哈。我几乎看不出我们的原住民有什么未来，语言在流失，所有的祭典都已经废弛或者是变相，那个整个的生活的那个产业的方式也完全改变。部落的权威，它变成一个村、一个乡，然后变成是完全被行政化。我们自己原来养成自己权威的方式，也就是说，部落过去的纪律了哈，权威的形成都瓦解，所以这个是我们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前途在那个时候。所以我早期开始写文章的时候，就说原住民是一个属于黄昏的民族，我们就要陪他走最后一道黄昏了。那个感受是很真实，而且你可以看到同胞，不要说我下一个世代，我们这个世代的人都已经可以说是凋零殆尽了哈，看不到这个停损点啊。那好在台湾是从1990年代因为修宪的关系哈，然后也是因为台湾内部有很多的变化，社会力量被释放，所以我们说的多元价值或是多元文化这个东西也渐渐，虽然不是一个好像是很有力量的东西，有的还是把它当作口头禅讲哦，但是多多少少在观念上面是有一些松动啊。这个也是我们从1990年代修宪，然后原住民委员会成立，然后我们变成有宪法上面的支持，然后再加上一个行政机关来统合跟原住民相关的事务哈，我们多多少少可以找到那个停损点。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这一代，像我这个50、60岁啊，快到60岁的这一代的人很重要的责任，因为我们曾经有过很少一部分，或者是可能至少有一半以上的部落经验。我们跟上一代的人，我们还能讲母语，还曾经有过在部落长大的这个经验，祭典也参与过，多多少少，因为那个你参与过那个东西才是有血有肉的东西，不是你听人家讲看影片啊，那个纪律我们多多少少还经验到。其实这个我们的同胞到现在还能够保持某一种健康跟开朗哦，真是上帝的恩赐对这个民族来讲。其实从1990年到现在也不过20年，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原住民文学、原住民法政的建构，虽然都歪歪斜斜的哈，其实都在。甚至我们在祭典的恢复这个部分，虽然它里面的也有一些不同的杂质在，可是呢，因为它还在，仪式还在，会唱的人渐渐还在，所以那个线索都还在。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就变成有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要留下这些线索。留下这些线索干什么？就是要给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至少在未来他在要有所创作，或者是说要形构一个新的文化的时候，他可以有所依循嘛。那所以我们大家如果这个都还看不出来，我一直在想，像我们过去我在推动原住民文学，然后让大家介入台湾的书写世界哈，然后这个对于原住民的传统记忆，我们去做了调查，然后开始做了翻译。有的人会觉得这个好像跟现在没什么关系，但是这些事情都在为50年以后的原住民做准备。50年以后的原住民的孩子，如果他要寻找自己的祖先的步履，至少不会像我们这么惨了。我们是另外一部分，我们还有一点点经验，但是没有文字上的这些支持。所以我们现在我在原民会以后也成立了原住民文献委员会，我们想从过去荷兰、西班牙的文献，虽然都不是以我们为主体写的，但是里面蛛丝马迹很多了哈。明清一代在汉文文献里边跟原住民有关的，我们日据时代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尽一切力量哈，把这些线索能够
东西，为了什么？就是为了预备给这些年轻人。那所以我们会相对于我们年轻的孩子来说，我是不太主张有一些人认为原住民的文化就是那样铁板一块，有它一个不变的本质，这个是没有的事情。这个世界上也找不到这种，那个都是意识形态。但是有的时候需要意识形态，任何的认同，难听一点说，可是也是一个实际的问题，是意识形态。我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们的 ego 也是建立在某一种 narcissism 里面的，也是某一种自恋。我们总是把好的事情我们尽量避免那些可能让我们不敢面对真正的自我的那个部分。我想社会也差不多是这样。我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怎么样找到一个那个意识形态的认同跟那个实际面？因为一个文化、一个民族，如果他没有能力去回应他的时代的脉络，这个文化是木乃伊，是没有意义的。它必须是能够形成某一种内在的动力然后也能够掌握一些他自己的传统的留下来的这些线索经验，给他一些跟新的事物对话，然后找出一些可能一般在另外的系统里面看不到的东西，做不到。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传统跟现代对话起来的一种辩证关系。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形构这个辩证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像我们对未来的小朋友，像我不会觉得说他非要把那个母语讲得很好才算是，就等于你要求一个非裔的美国黑人要去学会他自己，不要说非洲的部落语言，我说整体非洲我们也找不到那个语言，非要那样你才有那个 identity， 不一定是这样，不一定是这样。我们即使在用中文，在面对现代性，但是我因为知道我的哥哥、我的妈妈、我的祖父那一代曾经有过这么样一个微曲的经验而这些微曲的经验，他会形构在他的 feeling 里面很独特的观点跟角度去看待同样一件事。所以我们原住民文学写出来的东西，它虽然用汉文写，但是就跟汉人写的不一样。就像美国的印第安文学跟那个非裔的这个作品一样，那个祭典也不会死掉了。如果用保存的角度来说，它的问题是活化的问题。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就先把它留着嘛。活化的事情是看下一代的孩子愿不愿意还不只是原住民的孩子愿不愿意，整体台湾的汉人孩子愿不愿意？因为它是我们整个台湾的文化资产。我们要创造台湾一个新的文化样貌，甚至语言的样貌跟大陆不同，就是因为这些真实的元素在那里，看你要不要所以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要努力，一般的汉人孩子也要努力去珍惜这个资产。所以我觉得我不会太去坚持那种本质的想法，然后也不会觉得说一定要怎么样就是把那种过度的站在这种人权的角度去，好像已经不顾这些现实。可是呢，我们只要发现到有人权上面的议题，我们一定要把它排除掉，让这个事情到最后是我们有一个自由度，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做选择。因为没有一个人，他虽然他从整体的角度来说，他被生在台湾，被生为一个卑南族的人，他不可逆，他有他的这种集体都是文化的归属感可是呢，这个归属感只是人性或者是人生的一部分，还有另外的一个部分是你个人的整个的自我实现创造的这个能量所以在这个地方寻找这些平衡一直是我自己就没有在原民会当主委，我也是这样想，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我们也在做这样的准备，至少我个人是这样。